那如果你本身表面上是比較什麼強勢啊，然後或者很冷，或者冷酷，然後可能你私下會撒嬌，你另一半應該會覺得很反差。会。有時候覺得對方特別可愛，我就會直接叫他過來，讓我摸一下這樣。真的哦。可是我可能不喜歡他的時候，我就會說你不要一直碰我，很煩哎，這樣很黏很煩。你也是蠻難搞的。我就講不要碰我。你也是蠻難搞的，就很奇怪啊。那你會雙標嗎？我是双標仔。靠。為何？我是雙標仔，可是哪方面？生活方面吧，生活方面就比如说我牙刷可以放这裡，但是你不可以，然後我要先吃完東西你才可以吃这樣子。因為我有口水癖哦，然後另一半也有，另外一半通常是沒有，或者是我沒有碰過有的。然後比如說我們一起喝一杯飲料，口水屁應該還好，因為我都直接說我喝不完，但我就一直想要點一杯就好，然後我就一直希望他跟我一起喝，然後我就會說那我先喝哦，然後就喝一喝，然後可能喝完就是一半或者是怎麼樣，我就說好可以給你喝，然後對方之後就會自動自發的，就是把我桌上所有東西全部吃完才換他吃，這樣。真的哦？對，就是我先，然後他後。那如果他很餓哎？就是我都是會說，你就直接吃。我說你就直接拿一個碗過來吃。愛你，所以對他們就直接說沒有，你就先吃，我就先等沒關係。然後我就說好吧，那我就直接吃這樣。就他們就說我是那個訓犬師，每一個我朋友都說我是訓犬師，就每個都服服帖帖，就是很乖，在旁邊等我吃完，然後就可以換他吃。我聽了什麼？那是狗狗是嗎？就很可愛，然後他在吃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旁邊摸他的頭，我就一直說好乖啊，很可愛。他們吃完了嗎？這樣他們開心嗎？很開心啊。本集由藍星 Villa 和337同居約會贊助播出。這裡真的超漂亮的。然後我刚剛不是走了那幾圈，那個燈就是很像那種古董的燈。這個也是啊，超級漂亮。就看到那個玻璃細節，哦，超喜歡，超喜歡。那你不是喜歡這個電視？是嗎？電視啊，我超喜歡這個電視啊，超酷的啊。這是真的是我夢想的那種，我夢想的。如果我買得起一間房子，就是這種風格。你要買老電視哦？老電視可能有點定位啦，就是蠻大一坨的，但是就很喜歡哎，不覺得真的很漂亮嗎？好漂亮哦！看這個顏色，好看嗎？不穿了。算了，你可以直接洗。这個要攪一下。我沒有口水瓶，你有嗎？我還好，我在攪。好喝吧？有酸但蠻好喝的，好喝哎！真的是太爽了！我們快吃吧，開動！好吃。其實沒什麼肥肉，因為剛剛講的時候怕肥肉，我想說沒什麼肥肉。對，它沒有什麼肥肉，而且我覺得它真的沒有任何的豬腥味，不是很肥的肉，但是那種很多汁。你覺得你會想要就到什麼程度？你覺得跟交往對象同居？同居還是就是半同居，好像都就是跟實際上就是雙方的空間保留，我覺得其實都還就是不管就是有沒有一起住一起，好像就是沒有特別大的關聯。就是你可以住一起，但是你們有就是做各自的事情。對，因為我是可以這樣子，就可能有些人覺得就待在一起，可能就是要一起做事情。對，就是瞧得攏還是怎樣的話，其實熱戀期好像也就同居也可以試試。我其實蠻向往同居的，但是同居是有自己空間的同居，可能住在同一個地方，因為有點像是室友的感覺。我覺得這樣其實蠻好的，就是回到一個地方，就知道有人會在那邊，你可以在同一個空間裡面自己做自己的事，然後你有自己的房間，就是還是有一些共同的時間。我覺得這樣的生活感我蠻向往。同意？你覺得你自己的熱戀期，依照你過往的經驗，大概可以維持多久？1個月吧。哦，1個月很久嗎？我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啊。我有看過那種半年的，但是比較短的也有。对，我每次看到想說，哇，你們可以維持半年，是怎麼維持的？他們是整天膩在一起那種，我真的
雙方都是那個 F 人，有可能。聽到1個月蠻驚訝的原因，其實只是因為我身邊有認識人，然後他們熱戀了半年都還在熱戀，所以我作為一個對照組，想說哇1個月這麼短，所以其實很快就進入到那種老伴模式啊，還是怎麼樣？我覺得蠻有趣。有沒有覺得我們今天出來約會很正確？超棒，超棒，超開心。你是不是沒有想到我會選？但我沒有想到啊，完全沒想到啊！我想說，我知道你選我，就早就選你了。你有没有在猶豫？啊，我一開始就在想說要跟誰去，要選誰，然後我就想說，可是還沒跟小哲出去，因為李恩一開始真的是後來講的太，超級有趣，然後就想說感覺很好玩，但他之前已經先知道職業了，確實。就很開心啊，有成功跟小哲約到會，從李恩約會回來瘋狂分享，然後就覺得天哪，然後小哲也有說不要把期望值拉太高，可是我覺得很有趣啊，可以問很多價值觀上的問題，而且他很認真的在回答我，就是手說什麼切水果，然後他也幫了我很多忙，就是有被幫助到，然後一起吃的飯也很好吃，这真的很好吃。因为就是你之前有講，就是你認識一個人，可能是到後面，然後就可能就是有喜歡的感覺。然後我會好奇，就是那個，就是你會就是發現的時候，是什麼會讓你突然發現，就是你喜歡這個人？還是這個很好的問題，我一直在想要釐清這件事情。其實我來這邊有一個小目的也是這樣，是我覺得那個也不是一個馬上一個瞬間，因為我也會一直反覆在想說。哪裡？現在是怎樣？然後為什麼感覺好像那你過往喜歡過的人，對啊，都幾乎都是這樣，就是突然喜歡。那你是發現就是我喜歡這個人，然後你再往回去看他做什麼事情，還是就是發現喜歡就喜歡？我覺得反而是那個發現有一些事情就覺得是這樣子算是喜歡嗎？然後後來倒回去看又發現好像就是但是我又很難說清楚到底是確切什麼東西。那這樣子，你發現那個喜歡，就是那個喜歡可能是會有，就是有火花，還是就是？對，我剛才一直講火花，我有點想知道火花，我有點想知道這火花到底是指什麼？就是因為有些人就想要的是安穩啊，安穩，然後相對起來舒適，就是我自己會解讀成，就是除了安穩跟舒適，可能生活中可能會有點新鮮的感覺，然後所以我會覺得，就是你會覺得，就是感覺就是有一點小興奮，心跳加速這種感覺。但是不一定就是看到你那心率在漲，這有點太多，心率不整，心率不整 ，AED。李恩不是超喜歡說什麼情慾嗎？然後我就覺得對我來說不是那樣，因為他那個感覺就比較像是很轟轟烈烈。對，但我就完全不是。我就有時候想到又會自己幫自己想到一個反例，然後我就覺得說這好像也很難歸納，自己辯論自己。對啊，就是也有過有人就是我覺得我好像喜歡他，但是我就是後面想一點也不想跟他有身體接觸，就是一點都不想。就想到反而會覺得就又不想接近這個人，但是我就是精神上是想跟他繼續接觸，喜歡他的靈魂，不想對，不喜歡你的肉體先拜拜，謝謝。兩個人都比較偏向承諾跟思想，然後反而是肉體上就比較沒有那麼要求，這一點還蠻像，就是可能真的會比較喜歡靈魂上的碰撞。我覺得有真的多了解這個人的更多的面向，然後也發現我們有更多的共同點，希望之後有機會再繼續一起出去玩。我有個點是，我沒辦法接受他們就是對方對服務業不禮貌，就是語氣。對啦，就是完全可以觀察他對服務業。這點我覺得就是很好觀察。就不禮貌跟不尊重人。那直接完全不行。好了，我有一個，我不喜歡走在路上的時候，然後他突然很大力的把我拉进來車道裡面，很大力那種很 man 的那種不行。如果是那種小波這樣子的這種可以，或那種保護你哦哥那種我不行，太尷尬了吧？那種真的不行，有那種人格的這種不行。所以你是不喜歡這種立馬解掉這種偏 man 的舉動？太 man 了，他要 man 的漂亮，我覺得就可以。man 的長髮，然後
撥過來了，這樣子就可以。什麼情境啊？超性別錯亂的。我覺得他就是在跟我很認真的對話的時候的那個特質，就是蠻吸引人的。但我們就是對話的時候也很常大笑，所以就是可以從很表面的東西或很搞笑的東西，然後一直講到很認真的東西。我覺得這點是最吸引我的嘛。雖然看得出來他年紀可能就稍微小一點，但是其實心智年齡上感受不出他是21歲。但我現在還是不知道你對自己的定義是什麼。那你猜嘛？你就猜很錯啊。对啊，我怎么猜啊？然後你又講啊，0.45。哦，0.45639。什麼東西、啊？但是你算太不是太那個了吧？你說精確嗎？就這樣。對，0.45，但是有 range 的，大概0.4到0.6，但是可能我猜啦，最舒服可能是0.45吧。嗯，但是是可滾動式調整。要看對方的气場。对，就如果对方气场比我弱的話，那好像也可以0.6。但我沒有那麼容易喜歡上氣場比我弱的。誰氣場比你強？你 Chris、Alpha， 但他那個有點偏，就是啊，什麼意思？大概就這樣啊，對啊，就你們兩個。我覺得其他的人他雖然比我1，但是氣場沒有強過我。对，我就不會想要被他們1，因為你超酷，你染眉。對，我就不，我就要怎麼強過你哇？他的氣場沒有比你1的時候，但是他是1號，我就不會想要被他們1。然後這種情況，他們又沒有很喜歡被你1，我就是整個很奇怪。但是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把自己定義成什麼，就只是那個方向，可是我沒有辦法講出精確的數詞。可能要體驗過才知道，你要試過才知道，實驗過。亞洲的話，去過哪些國家？去過河內、沖繩、神戶、大阪、福岡。我看你很愛日本哎。對啊，我有辦法在那邊生活。你有辦法？我日本通哎。真的假的？真的。你去過巴厘島嗎？有想去，感覺那邊會身材焦慮，對不對？我是還好。你有去過？我小時候去了，長大之後就沒有再去過。小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很常去巴厘島，跟家人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感覺我爸不會是會就是去那邊的，對啊。但莫名的小時候就很常去巴厘島，因為我跟我爸出去的時候一樣要按表操課，6點起床，6:05吃早餐，然後6:10出發的那種。超有病的。對啊。等一下，他是不是也 ESTJ 啊？他絕對不是 E， 他應該是 ISTJ。anyways， 對啊，反正就是我那時候也不會覺得自己在玩，我覺得又要出門行軍。對。就你爸就是這樣對你們這樣，然後自己個性這樣，但他還是很去行使他看起來很有家庭的這個，對啊，家庭行使權。因為他很裝，會這樣講嗎？就是我們明明感情差到不行，但是他很常在什麼假日的時候，他就會叫我跟我哥都去餐桌上坐着，然後我們要來一個家庭的對話，超奇怪。然後就是整個就是坐立難安然後就超不对，焦慮到爆，对吧？因為就是家庭對話也不會是什麼，我今天我跟我同學怎麼樣，對，就是完全是你這禮拜做了什麼，然後你覺得有什麼需要改進的。我靠！但我覺得真的很多男人是這樣子。这应該是雞脖子。太好吃了。这樣，它很好吃哦。它没有我想象的那個不好的。好扯。好像沒有吃過好吃的東西。對啊。不然你會叫曖昧對象什麼？曖昧對象啊，但我不會曖昧啊。叫名字啊。哦。你不會曖昧什麼？你沒有中間那個模糊期，你就是喜歡就直接在一起。沒有喜歡就是講清楚，然後相處。所以那對我來說不是曖昧，曖昧就是模糊不清。哦。應該說，我之前的就是前任完之後的對象都是超級極短，就突然碰到一起，然後覺得好像對對方有興趣，然後我會馬上
快速的想要認識他，然後通常我都會看到我不喜歡的點，然後我就會馬上，沒有辦法。你看到你不喜歡的點，你不會像我一樣，就是覺得這現階段好像沒差，然後就你可以無視他嗎？啊，我沒辦法哎。那這樣要找到完全沒有任何可以挑剔的人也太難了吧？對，所以我知道不能這樣子挑剔。有些当然還是會包容啊，看什麼事情呢、目前的經驗是，之前的有過興趣的對象，那些點都真的是不行，不是什麼點不行就是我覺得都是那個人格的氣質沒有 match 到。可是氣質不是很一開始就會 get 到的嗎？你會相處一陣子之後發現他的氣質不對。你覺得 Scarlett 是你在外面遇到也會真的喜歡的人嗎？還是只是在這邊之中選一個？如果就是我們可能是同事啊同學的话，如果真的突破他的表面聊進去，可能還是蠻有機會會認識的。但是如果就像那種一面之緣，我們真的就是一面無緣。那個出去很明顯就會知道，你只是因為你被關在一個地獄島，你不得不選，你才會跟他有感覺。我覺得出去之後那個感覺就很明顯。但我覺得我們出去之後，反正就是一起面对更多問題，不會那種出去之後就我現在好像不用選你了，所以好像也沒那麼有急迫性。跟他不算是這種。跟他互動相處下來，還有你对他的觀察，你覺得你們之後可以真的交往的幾率大嗎？以我現在對他的了解，我是覺得我們兩個的思考脈絡蠻像的。他也是一個非常能溝通的人，如果有任何需要溝通的事情，他都会坐下來，然後一起把事情講開。所以我覺得這點，我覺得是蠻重要的。今天約會有揭露另外一個訊息嘛，就發現我們的城市差非常遠，就是台北跟高雄。所以我其實好像沒有問過他對這件事情的想法。但是這樣子可能會讓真的交往的幾率再低一點點。但是整體來說，我覺得目前對他的認識交往率蠻高的，但我真的也不知道幾趴，可能就大於50而已。所以你生日是哪一？就是都是怎麼過？還是对方最感動的一次是什麼時候？只要讓我感受到他是用心準備的好，我也觉得也不用到很大的驚喜或者是很浮誇。可是如果那個人本身他就喜歡一起做一件比較小小浮誇的事情，或者是紀念什麼，我也可以配合。但就讓我感受到他是有用心就好了。那我们算同類人对啊，对啊，对啊，我一直以為就是很多女生都很喜歡儀式感或者什麼，但我真的超級不在乎這個。我是非常不在乎這個。那你會喜歡收到那種寫很多手寫字的信或卡片？會啊，就覺得說超有心意。就是你就寫滿的話，我就覺得你真的超有心意，根本其他禮物都不用送。對，可能我現在也沒有真的需要什麼，就寫這樣子我也 OK。禮物一點都不重要。就很真誠。他平常如果想要買，因為我覺得對，我就覺得我就是平常我也是覺得他很喜歡什麼香，就會直接買，我不會因為節日。但我這超重的這超重我的點。對啊，我就會覺得天哪，就他對我好好哦，這樣子。對啊，我還以為是節日買，就是平常就在疼你啦，就不是因為節日才硬要做，就已經是儀式感，所以不用特別節日再 say。對，我就是要這種感覺，太契合了。所以你喜歡在家裡做東西吃嗎？你喜歡？我超喜歡煮飯的。真的？就如果家裡就是弄得乾乾淨淨，然後就是我之前在澳洲超愛煮飯我是在澳洲才愛上煮飯這件事，因為我在台灣以前完全不進廚房。我超級喜歡煮飯，就會覺得很幸福，就是我煮完，然後2個人一起吃，然後全部吃完，這樣子很開心啊。然後就是吃飯的時候聊聊天，這樣。對，我想要的就是這種生活。我也是，這是我生活未來的模樣。然後裡面就是所有的東西都弄得很好看啊，就是自己想要的樣子。对，最好是全部都是快木。我就喜歡那個香味，我也很喜歡那個香味真的很香。木質調子，看我們超合的超合的，完了，超級合的。真的要發展別的感情線，沒想到最後一天才是壓軸，看你也太前面。你看我今天如果沒跟你出來，好像也不會聊到。對啊，我們前面太不努力的接觸了吧？對啊，怎麼這樣啊？
我們之前待在一起都是舒舒服在一起，沒有聊這些，但是就覺得我沒有遇到那麼合的人是哦，就会觉得还好我没有出来约会。別人身上有一些點我會不喜歡，但是對你我沒有。哦，然後聊到的觀念又是就是都是一樣的。他覺得目前為止他是跟我聊到最深的話題，可能跟我聊天也算自在嘛，開心。然後他有說他起床沒多久就會想要來找我，看看我在幹嘛嘛，然後聊天互動這樣子，很感動。有瞬間就是好感度又更增加，因為我其實蠻喜歡這種很會表達的人，我喜歡很直接表達，然後用很溫暖跟很真誠真摯的句子編織成一段小小深情給對方的話嗎？我聽完就會覺得整個很溫暖啊。會不會我跟你住同個地區啊？還是我覺得應該不是，我有猜到你的地區，我們應該是不是同一個地区？对。可是遠嗎？你覺得？哎，我們可以揭露啊！对，我们今天是約會，忘記了呀。我们今天是約會，所以我忘記了。其實年紀我覺得一點都不重要。我也想揭露你居住地。你住哪？台中。我在桃園，我在中壢啊。哦。這樣有很遠嗎？其實也不遠啊，開車也才沒有坐高鐵也才很近啊。對啊。哦，桃園。我住中壢。我看起來很台北人。然後可是我也很常去台北，沒錯。然後我之前在台北也生活10年。10年哦。對，10年。然後後來又去澳洲，然後才回來，想說，還是要回家一下，所以就後來又回來中壢。所以你老家是在？我老家在中壢。中壢哦。就知道你跟我有點距離，可是也不到很遠了。沒有到很遠。我覺得如果是高雄的話，就會有一點小遠。超遠。對對對，有點小遠。那我覺得你这種女生不應該單身呢。怎樣啦？我就是想很多，可是我跟你感覺都不是會隨便亂找人在一起那種啊。是嗎？我不是那種稍微對你有，就是你那麼優質的感覺，打個燈籠很難找到。很難什麼？就打個燈籠都很難找到。是嗎？哎，天哪！你今天讚美太多，我真的今天好感動哦。太高的評價。我給你可以吃一點。像你不吃生。你要配一點這個嗎？你是怎樣？你要配啊？把那個，因為這上面沒有什麼味道。我覺得他今天一直幫我分食物也很貼心哎，所以他都說什麼交往前後他會差超多的，然後我就想說啊，到底是差多少？他就說他自己是訓犬師啊，然後我就想說什麼意思？然後我覺得很好笑，但是他今天做這些貼心的舉動，我覺得感受上是就一直覺得還蠻溫暖的啦。我也喜歡吃咖喱，我也喜歡吃咖喱。我前任也他都會煮飯，然後我每次簡單的這樣煮個少少的菜，然後就我們每天就都這樣吃，很棒啊！對啊，我們會一起去逛，就是菜市場真的。超市你喜歡這樣？我覺得那超幸福的，那幸福感就爆棚的程度，就是我就想要就是找一個人這樣子過生活，然後可能之後我就再換大一點點的房子，然後跟別人這樣住，然後我可以提供車跟房這樣，我就希望對方可以是這樣子的，太扯了，很誇張。我們就會一直不小心延伸到其他話題，然後說你也是嗎？我也是。整個吃飯的環節好像就是有好幾次都是有這種狀態。他形容他很喜歡，可能跟另一半去逛超市啊、菜市場買菜的那個畫面，他好像會覺得很幸福。我也覺得，就是兩個人下班一起，然後很辛苦，可是只要看到對方就會覺得很幸福。然後他講這塊的時候，我也說我也是。我覺得那個瞬間也蠻心動的。因為我們以前是聊一些比較深入的話題，其實沒有聊過什麼比較淺的喜好或是什麼話題。但是我們就吃飯的時候有聊了這個部分，就覺得怎麼會有人可以跟我那麼合拍嗎？就是對於未來的想象是一模一樣的。我心裡感受就覺得說，這樣的女生怎麼可以單身啊？就是打着燈籠我都找不到這樣的對象。你覺得還不錯，我也覺得還不錯。很好吃。
好幸福的。那個聊天也很幸福，吃東西也很幸福。餐廳的食物超好吃，那一道端上來的時候，我跟佑就一直說，天哪，很幸福，好幸福，看起来好吃到不行。因为我們聊的也蠻開心的，然後又看到美味的食物一道一道上桌的時候，我就覺得，就今天晚上真的很幸福。我現在可以理解為什麼 Chris 會說要跟別人了解約會看看，因為我那時候一直不能理解，就是說哦，反正我就是這樣，但是現在能理解。可是我覺得這個理解也是一半啊，我覺得是一半對一半錯，因為也是要一開始就走在一起，就自然而然走在一起才有辦法。對。而且我覺得我們的順序完全是对的，然後是有基礎的。就先有打好這個基礎，才能往上再走另外一個階段。對，我真的其實也完全沒預料到會跟你聊得來。可是我覺得我們的就是這個過程完全是正確的，就是應該要就是要這樣子的流程。我完全沒有刻意。那其他人就是會比如說刻意制造什麼環節或者什麼怎麼樣，我也沒有很刻意，對你很很進攻緣分到了，擋都擋不住。我們其實沒有刻意要拉近距離或是怎麼樣，但是就莫名其妙的走在一起，然後約會的時候還是有一點小小戀愛感吧，我覺得。因為我們兩個的情緒都很開心嘛，因為我們會感受到幸福的東西是一樣的。現在這個情緒我們的兩個是同頻，所以我們就會覺得就是要這樣子。因為你在另一半面前，你是很可以很自在的嗎？我很喜歡這樣。我在家裡都不穿衣服我都不穿，全裸我每天都這樣。真的假的？然後另外一半都被我影響，然後他也會全裸，然後我們就這樣。我聽個什麼？就像兩個原始人在家裡走來走去。真的我洗澡是都全裸出來了，所以我在這邊很不那個。應該穿。我也是，我不喜歡一直穿褲子。我想說，我洗澡我要直接走出來。怎麼？你在家全裸？你就全裸？無時無刻。我就喜歡全裸啊，很不要舒服，我不想穿衣服，我覺得好累啊。什麼啊？就會有束縛的感覺啊。你們會全裸吃飯嗎？會。好酷哦！全裸煮，好坦誠相見哦。就是全裸，然後在廚房煮東西。帥哦，很電影感哎。是啊。就很好笑，我們兩個就覺得沒包袱的這個東西都是分開的。對，就是後面就很親近，很親近。因為我覺得女生就是會互相，但是跟男生就是配合的感覺。跟女生就是比較會，就是會一直都有這個熱戀的感覺。可是跟男生就是久了就不想怎麼樣，或是有沒有生理期。就其實我們這樣每天全裸，有沒有因為這樣就磨平其他床事方面？有人說會，為什麼要保持神秘感？根本就不用哦。不用，我也覺得不用。還會一起洗澡哇，就一起洗澡，然後對方幫我吹頭髮這種。洗完澡然後幫我按摩啊，擦擦乳液這種。每天基本上是。好有毅力哦。對啊，他上班已經夠辛苦了，下班的時候更累。幫吹頭髮，我們都前起，然後後面就大家各睡，各睡各的。你很喜歡這樣子嗎？長期就是被人家這樣照顧，所以有點被寵壞了。我覺得我有點被寵壞。就即使他有時候下班，我會讓他休息可能1-2個小時，他回去就要開始做事情，所以我才說我有公主病。但你也會照顧對方嗎？也會啊，但是他就是比如說他哪裡怎麼樣，我會幫他踩背，因為我力氣太小，我只能用踩的。我就直接在他身上，然後那邊踩半天這樣，幫他開背。就他說你可不可以幫我踩背？可是你不是都還也是會煮飯啊什麼的？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照顧啊。那可能對方做的事情更多吧，可能就是曬衣服、洗衣服、整理家裡，對，然後吹頭髮、服侍我這種。不是，不會那狗狗要狗狗。沒有，就是莫名其妙就服侍我。那如果那個人你超喜歡，可是他沒有就是如你預期的把你就是寵像公主這樣。可是你還是把他訓練成那樣子，對？對，我要跟他溝通，
我跟他說，可是我現在想要這樣子啊，这樣子，可是我会給他，但是你会讓他獎勵，就是舒服的情況下，因為我會一直獎勵他，因為我平常就不會親嘴什麼的，但是如果他做這件事情，我就會超級無敵主動，就會覺得說給他的這個獎勵，希望他以後就常常這樣子，所以就很喜歡用這個東西控制人家。你有口水那个对不对？沒關係。你要吃嗎？你要餵我嗎？可以啊。等一下會滴啊。感覺超低。可是你有口水，你是不是要先？會苦的。沒關係啊。沒差嗎？可是你先吃。你願意吃我的口水就對了。可以啊。我還好啦。因為我其實跟Loy相處的時候，一開始是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吧，就是覺得是朋友的那種感覺。可是後面會覺得，因為我們長期相處，再加上這麼多相同的點，就是加上去加成之後，就會覺得她越看越漂亮。沒有，當初就只是覺得說她是漂亮女生，但是沒有說我很想一直看她。但現在就是會覺得說，想要特別去看她某一個五官之類的。我有時候上個病我就到41那種40，很可怕哎，41就已經快要活不下去了。天哪！所以我不能生病啊，所以我才想說要增重一點，不然生病沒扣打。那你現在還會痛嗎？還在。你說喉嚨嗎？現在還好。整體這樣子跟他約會下來，有改變你對他的想法嗎？有一點呢，因為我原本是把他很歸類在一些就是朋友區嘛，但是約完就是聊到這個之後，就覺得目前為止只有他讓我覺得我看到了未來生活的模樣。廣告時間。如果你可以自己進去戀愛女子宿舍，你會最想要玩哪一個環節啊？我全部都想玩呢。現在真的可以了哦。啊？可以嗎？現在我們在辦3天2夜的線下活動，節目裡的環節都可以親自體驗哦。那去了之後會有哪些活動啊？像是羊駝與暴龍、心動拍賣會和真心話大冒險，而且線下活動沒有攝影機，不會有被拍攝的壓力。這真的很棒哎，甚至不用有跟外人出櫃的壓力。對啊，在藍狐盟的社群平台發布日期後的1週內報名，還可以有9折優惠哦。報名鏈接可以在置頂留言找到。這樣子就現省1180了耶，趕快找我們一起玩。真的殘忍的環節要來了，請大家公布自己的年齡。簡單。哎，你看，我们今天好像沒有問年齡哎啊！你是有猜到我？對啊，我第一個講年紀。沒有，我要觀察大家的反應。來哦，21。還好哎。真的很小哎，應該是最小的啦。娜娜真的太小了，但現在想想，我覺得也合理啦，因為她的眼睛充滿着野心，她是一個非常非常有企圖心的女孩子，非常非常聰明的女孩子。然後同時，我覺得她洞察力也是非常的超齡的。Zoe，我想知道你的。哎，我點。對不起，人家在點台，不要插嘴。Sorry。然後慢慢點上去，因為我覺得我是最年輕的。慢慢點上去。對啊，一個一個點上去啊。嚇到，放空。Ellie 好了24。有沒有嚇到？還好。我是有一點了。那麼可愛，24合理啊。Ellie，我第一眼見到她的時候，其實我對她的印象也是，這女生也太沒禮貌了吧？就是因為她是這3個羊駝裡面唯一沒有打招呼的羊駝。小女生啦，第一次參加節目嘛，緊張啊，對。但是我沒有想到，在草地約會那個時候，我覺得她超成熟的，她根本就不是羊駝，好不好？假羊駝。我覺得這一季真的是，她對我很溫柔，很照顧。然後結果她實際年齡24歲，我覺得哦，果然就是年齡跟成熟度不是成正比的。那曉得，我真的很想說，因為人家剛滿18歲，剛滿18歲，我23。猜錯了，你居然比他小，傻眼呢，傻眼！我以為你26、27耶，沒想到他年紀這麼小，還這麼成熟，就是不想我們居然差那麼多。你知道了他真實年齡之後，對你還有對這段關係有什麼樣的影響嗎？我覺得我以前會介意年齡，包含跟他約會完之後，當下那個時候的我，就是周遭的朋友們跟
交往的對象年齡都不會差特別多。應該說我已經沒有那種跟年紀比較小的人相處的經驗了，我不知道怎麼跟年紀比較小的人相處，我都是至少跟25歲以上的人相處這樣子。我把這個就是沒有這個經驗當成刻板印象，覺得好像我就是不能接受年紀差太多。對，但我覺得實際上我還是一個比較靠感覺的人。對，就經過這幾天相處之後，我發現我這個觀念有點改變了。那太好了，也什么？很好，很棒啊，很喜歡。问 Scarlett 好了，24。果然。還是25也可以。我觉得播出就25了，播出就25。播出就22。其實 Scarlett 她比我想的還要再小，我以為她25、26，但是就小1歲啦，大概小1歲。然後算了，覺得人家老的不要講。完了，壓力給到我身上。這是誰？那個，來，下一個。也。對啊。你先問他們，我們就沒有這個順序，你先問他們，不要有這個順序之分了吧？先問他們啦，真的。好。冒手汗了啦，煩呢，冒手汗了啦，煩呢，不想畫，冒手汗，就是這樣一刀先切一下。幹，對啊，我不想玩了。你說這個遊戲已經做好了嗎？煩，不想玩。Jenny，來，請問你幾歲？我今年30，播出就31。凹豆果然有用，这個反應要凹豆，大家要凹豆。但你的氣息更年輕一點。就我很常被說剛畢業，對。Jenny 的話，他是因為之前他就有講過說工作很多年，心裡有一個底說，那可能應該是比我再大不少。但是說出來的時候還是蠻驚訝的，我覺得哇，他这真的長得太幼稚了。我以為27到29。當你知道他真實年齡之後，你對你們兩個的關係有不一樣的看法嗎？就是年齡這件事情會如何影響你？我覺得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影響。這個年齡會不會造成就是其他面向的差異？比如說生活形態、生活方式，或者是對於現階段希望做什麼事情，想知道說是不是在這方面也會造成一些差異。因為我之前比較有機會認識到的，基本上都是同齡的人。我想知道 Elva 的。34。我想知道 Zoe。來，我也想知道。40，我報名的時候34啊，現在35。看不出來。報名的時候34，現在40。怎麼跳的？他看起來超年輕的，好不好？我剛才跟他講說，就是他看起來只有29歲，然後就30幾嗎？看不出來。然後我就一直跟他講說，他超級年輕，真的看不出來。而且他跟人聊天的距離感讓人很舒服，就很喜歡跟他聊天。他大我9歲，誰是他可能我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確實沒有想到會大那麼多。得知之後就會覺得說，會不會他覺得我年紀太小之類的。雖然說我們聊天是很順暢啦，也沒有什麼太多想法上的差異。你會覺得他年紀跟你差太多嗎？我不會，我覺得很好，我喜歡年紀大的。Chris 30，剛30。那個 Chris 一直說自己很老，但其實也沒有啊，30而已，很老嗎？唯一要 diss 的就只有 Chris， 因為 Chris 一直有一點在那邊強調說什麼，他就是有點想要裝老，他太想裝老了，然後他一直強調這件事情。我想說，你最好就最後公布解答說你40歲，然後結果他好像說他幾歲，31。我想說還好啊，就正常，沒有特別意外。你為什麼要錯我？你32。我覺得你會嚇到我們兩個差很多。我就說啊，我這邊都是3的，很明顯吧？就是對呀，你有選這3的，然後2的。我跟你超過1。那我要不要做過？真的是，你没有看完，等講完。你看完一下。你可以問那個有啊有，我先問你，我其實來第一天我就被拿猜中了，我真的覺得那很會猜，我31，沒錯，你那眼神嚇爆我，嚇爆你後面都不跟我講話，嚇爆我，
我原本也以為他年紀更大，因為他還是把自己好像說得很老，結果才31歲。我覺得31歲還蠻年輕的。你聽到我的年齡，你下巴會掉下來。我想知道有换你了，又换你了。我26。你不够怎么把自己講得很老一樣？對，你就說往那邊，逼近事實這樣子。奇怪。我一直覺得他年紀比我大，可能大個幾歲這樣，結果沒有。我們同年啊，我們2000年的，我們是千禧寶寶。我沒有跟同歲，也沒有跟比我小在一起過。可是我覺得他的想法上，好啦，可以接受。看你自己加油啊。小鹿剛滿26。我就知道我們2個差不多，就知道我們差不多了。那我们換位置，大家都是280、930。对啊，你们換位置。干嘛？幹嘛意外哦，李恩。對啊，意外。我以為你這老臉啊，我高中就長這樣。我以為多老。我高中就長這樣。以為小鹿可能會再多個1、2歲，因為他很成熟，因為他成就很多啊，就是先接受職業，然後我也覺得就是很有社會歷練。有人覺得自己先入為主，就是有點落入那個，就是可能別人覺得我外表看起來比較年輕，然後就感覺思想感覺相對的不成熟，就感覺有人落入這個陷阱，就是小鹿很成熟啦，而且他也很年輕，真的。那現在呢？好玩的。要幹嘛了？嚇壞，才剛流完手汗呢。赤裸的。赤裸的。好，那現在就是真心話的環節。有猜中，還好吧。已經幫你們準備好久了。等一下呢，你們每一個人會有一些時間，好好的想一下你們要問什麼問題。那每個人至少要3個問題。這個問題你可以問在場的所有來賓。幾個人我有去客製化，11位來賓我都有問到問題。等一下真心話的環節，如果輪到你的時候，可以指定1位來賓回答問題。提問的方式有2種，第一種呢是親自問他，如果你有想問他的問題，你可以直接大膽的問他。第2種呢是匿名的提問，如果你指定了他，但想不到任何的問題，你可以選擇匿名提問。節目組會統整大家剛剛問的問題裡面，挑其中1題，將由你來提問對方。我聽到是真心話的時候，我蠻期待大家會問什麼問題，或是我會被問什麼問題。聽他玩真心話的時候，我覺得完蛋了，救命啊！我覺得我會面臨到大家的拷問，因為我知道大家會覺得我平常說的話，可能像是在偽裝自己嗎？我不知道，但是對，的確是我的朋友有這麼說過，就是好像無形中會有一道牆，很厚的牆。我不是故意要偽裝，但是就會變成這樣。所以我覺得大家會借由這個環節，想要試圖的更了解我，所以我知道我完蛋了。好想問有匿名的。好，來嘍。好，目前所有來賓裡，哪一個是最接近你會交往的類型？可以描述為什麼跟是什麼特質？我覺得我想選右的原因是，其實我們除了約會之外，我們約會之前都完全沒有交集，約會之後其實也沒有交集。但反正我應該就是個沒那麼主動的人。然後相較於其他對他很有興趣的人都非常主動的樣子，我就會更卻步，所以可能就用一點我自己的方式，小小的表達一點主動吧。我覺得這樣已經算我蠻主動的樣子。單純論外表的話，我就選 Chris 啊，我就喜歡中性一點的。但是我以特質來說的話，可能會選小鹿嗎？我覺得就是在一起的話，開心蠻重要。喜歡講幹話的。好，沒有被稱讚的感覺。有啦，開心。那個時候又有特別說，覺得小鹿是可以講幹話的人，你會覺得相對來說是你跟他聊天過程太震驚嗎？少了一點有趣的氛圍？我覺得應該是就是因為我們聊的東西大部分都是跟價值觀相關的東西，幹話偏少。
加上我應該或我從別人口中得知，我給人的感覺應該是比較穩，所以的確我也沒有那麼喜歡講幹話，所以可以理解。這部分的想法，我就覺得他其實蠻討厭的，就是這點，因為他就是很私底下的話，可能會在沒有鏡頭或是很私下才跟我講。他就是說他很不擅長在鏡頭面前講這麼真實的、這麼內心講這麼多，我就會覺得說，那這樣大家看到的是不是都一點點一點點，然後搞得好像我很多一樣。可是就是他私下跟我表達就不是那麼少啊。然後我就想說外形的話 ，Chris 跟我想說，幹我外形是怎樣？誰啊？我說幹我也長得還 OK 吧。他就說他喜歡比較什麼中性，他說我要中性也可以啊，我也會說不少什麼有英氣的這種形容詞的好不好？我想說一定要先講一下 Chris 就對了。就是我覺得他的回答沒有讓我很滿意，可是就好啦，有回答到就好，我就也不要標準太高。可是我會覺得說，就是如果真的如你所說，你是在我跟 Chris 之間選的話，我會覺得很煩。我主動跟你說，你可以多認識他，你就是把我跟 Chris 排在想認識的對象，那我就當然希望你先認識完他再來評斷。可是現在他這樣子回答，會讓我覺得說有一點不確定，只是那個天平偏向我比較多，比重我占7，然後 Chris 可能占個3或是8-2，我就覺得沒有啊，要就是10啊，要就是9、10啊。他私下是怎麼跟你说的？就是哦，他就會跟我討論很認真的後面的問題，然後跟下節目的問題。就是我覺得他是真的有想要跟我發展的，他自己也說他是一個很真實的人，他說他確定就是很確定，然後他也有表達對我的一些好感，而且我就覺得你都會跟我說你會對我跟其他人的一些事情吃醋了什麼的。當時我選 Chris 或小鹿就只是比較follow我之前自己心動的前2名，因為你有提到说跟周瑜約會之後心理上有些小小的变化，你當時為什麼沒有想提到周瑜？我沒有講周瑜是因為我那时候還在思考要怎麼斟酌講，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在表面上我是很明確的，就是小鹿跟 Chris 嘛，所以我也想要先把這個東西就是先提出來嘛，把滿足就已經已知的資訊這樣。匿名問 Ellie。OK，想問就是在你跟 Chris 相處的過程裡，有沒有哪一刻是讓你會覺得不舒服的？我也想問 Ellie 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包含我們在約會的相處啊，跟回宿舍之後，我其實覺得，因為我跟他是不太同頻的人，那我不太確定我在對待不太同頻的人的時候，有沒有好好的把自己平常給人可能稍微有點禮貌的樣子表現出來。我很擔心，因為不同頻，然後有一些小事態讓他覺得不太舒服。如果是說約會過程中的話，沒有。然後後面的問題的話，可能理解上的差異而已。我們也有私底下有講開，所以就是沒有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可能針對無聊這個詞，就是2個話題，因為他前面有聽另外一個話題。好，我解釋一下。新同學，你們來的那一天呢，決定你背了一個很大的包包，就是他有很好奇的問你那個包包怎麼就多少錢啊，怎麼這麼酷之類的。然後你回他應該是10幾歐，他就轉過來跟我講這件事，跟我說，決定的包包就是多少錢，很酷哎。然後我可能就很隨口的回了他一句，這是什麼無聊的問題？話題。對，可是我現在其實有點難想象我講這種話，所以我在想，應該是因為左邊就是我跟我的 bro 組們在聊一些辛辣的話題，所以一瞬間聽到包包可能15歐，我會覺得好不干我的事，那我要繼續回去了的感覺，所以可能隨口講了這句無心的話。對，但我覺得我本人應該是不會這樣。就有講就沒有，也沒有到那個，就只有覺得就真的蠻無聊的。不會，我覺得很有趣，很有趣，謝謝。就是我也想分享，剛好就是这個過來，然後我就想說，那我就講一下，然後就他說好無聊的話題，我就好。那你自己也覺得無聊，他是不是就沒有誤解？好啦。當 Ellie 說有講開，所以他沒有什麼類似的疙瘩的時候，我在想的是，那太好了。就是即便我跟他不同頻，然後也不會繼續聯絡，或甚至是當朋友，但我也不希望在相處過程裡真的有讓他覺得不舒服。我想要匿名問 Skylet。Skylet 哦。欺負人家啦！
Sky is blue。给我闭嘴！给我闭嘴！你真的是哦！你这该下地，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欺负人家小妹妹，耳朵不好。OK。哎，米芬，对不起，对不起。Scarlett， 我刚刚发什么 ？Scarlett， 发音不好。没事。我覺得 Ellie 她是一個很棒的女生，而且我覺得 Ellie 不是她外表中看起來的樣子。我覺得 Ellie 她其實很聰明，很多東西都可以講得很清楚。Ellie 超暖，超貼心。唉，就是善良的人跟就是某些善良的小舉動嗎？我覺得都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吧。因為我其實從前面就有點不太確定大家的名字到底要怎麼拼，就是我到現在就是英文名字很多都不會拼，而且我好像連Zoe的名字都拼錯。有點抱歉吧，因為名字好像對大家來說就是蠻重要的。我就一直在想，我前面是不是全部都念錯？因為我就都聽，然後沒有看實際的字，然後之後就覺得想跟他說一下抱歉，就是感覺一直念錯。我剛才還有問 GPT 到底要怎麼發音。你會在乎他們開玩笑嗎？這樣子？開玩笑嗎？就因為我真的念錯啊，所以就被笑就是難免，就是我接受。好了，我匿名問 Ellie 好。好，Ellie 目前为止最心動的是跟誰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因為我對心動這個詞的解釋，我可能會覺得是我最興奮的時候，所以我會選跟九旭去果園的時候。Ellie，我覺得你剛剛講話這麼大聲，好棒哦！今天很大聲嗎？真心的。謝謝。好棒。小哲，好啊。匿名好了。小哲，今天Janine沒有約你約會，會改變你對於這段關係的感受想法嗎？等一下，你會有一點失望嗎？我會有一點失望嗎？只是有一點點小驚訝，但是其實失望還好，因為之前Janine就已經跟我講過，他其實就是也是後來才加入的來賓嘛，然後一直都有希望跟其他人也有機會出去約、出去深聊，然後因為剛好我們前2次又都配到在一起，其實我們已經聊得還蠻深入的，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說他為什麼今天可能會學別人，然後想要跟別人出去。覺得很抱歉啊，就是讓人家失望。哎，我就說嘛，我總是就是把事情搞砸的人。會不會其實就是因為我跟他講了我的想法，他好像是有一種被迫接受的那種感覺，所以他也常常勉強答應。但是他後面也有補充，就是我們也是有講好想多認識其他人。我本來就想去多認識其他人，但並不是可能出於對他有好感，就是單純想認識這個人，覺得他很好聊而已。反正我都跟他講過了，就是不管怎樣，他就是我的 top 1，直接把第1名排出來給他，給當事人看這樣子。我已經很開誠布公的表達出來了，你明明就想跟他約會，然後你還寫別人，就是可能我應該要多顧及他的感受啦，但我這個也沒有做好。那我要匿名問李恩，當你嘴上說着要離開、推開對方時，你是真心的想要對方離開，還是希望對方有所行動？就是當我嘴上說我想要推開對方，但其實很多時候，我覺得我有時候都還是很喜歡鬧那種小女生的脾氣嘛。通常我嘴上說我想要推開對方的時候，但其實更多時候，我內心最真實的想法是，我希望對方可以付出行動，然後可以再更關心我的狀態，然後問我說現在做什麼會讓我舒服一點，或是我們溝通可以怎麼樣會更順暢一點，或是怎麼樣才可以用不用互相傷害的方式去溝通吧。其實我也覺得蠻深沉的，然後真的很會問。後來小鹿自己跟我講說，這題就是他問的，嘿嘿。然後我就覺得，幹，
小鹿泰迪也是情場老手，就是這種很深的問題都是會讓女生覺得很那個的。我覺得種種關於我前任的一些回憶冒出來，所以可能讓小鹿看到了我的不安全感跟我的這種焦慮嘛，所以我才會變成是我很常會說反話，就是我很常會希望對方可以挽留我，希望對方可以就知道我在說氣話，或者知道我在鬧彆扭或者怎麼樣的，所以對方可以再把我找回來嗎？我向來都很誠實的表達我自己，可是在面對不對頻或是對方精神狀態真的很緊繃的時候，我就會有點焦慮，覺得為什麼不對頻了？為什麼以前都聊得很好，然後為什麼又突然感覺到對方抽離了？我要問 Scarlett， 我想要匿名。OK 準備好了嗎？好。Scarlett，你在節目中一直堅定的選娜娜，是因為你真的對她有感覺，還是對所有人都真的還好？是因為我真的对她有感覺。那什么問題？什么問題？誰出的？不明顯嗎？誰出的？我超好奇到底是誰問這題，有可能問問題的人是在懷疑我其實就是硬選一個，然後剛好娜娜也選我，然後我就一直就是把娜娜鎖住，不讓大家共享。我應該是蠻快的就說我是真的對她感興趣，我就是說實話，我就是真的對她感興趣。一開始肯定都是那種很表面的，就是選擇她，可是後來就是真的經過約會之後，然後就覺得我好像是真的想要認識這個人，並不是說我在節目上硬選一個，然後下節目之後就不再聯絡。好，那我匿名問 Jenny， 你覺得自己哪一點最不值得被愛？撒回啦！這題很狠欸，誰問的啊？大家很毒欸，誰啊？我難道要破戒喝酒嗎？那誰問的？哇，真的是第一題就問這種讓人家爆淚的題目，真的是很會問欸。決定他到底有沒有辦法好好講出來，他會不會情緒崩潰？就是他其實看起來是個非常 chill 的人，你很難想象他這麼有活力又這麼樂觀的人會有那麼大的悲傷的情緒反應。但我當下不確定他的反應會是哪一個。我覺得不值得被愛這個事情是我已經是過去式，就是經過這1年的練習，我漸漸沒有這樣的感覺了。那我以前會這樣覺得，是因為我在感情中我是一個非常極度回避型的人，對，一直以來的感情狀況就是總是會把別人推開。就是後來我發現自己有這個問題，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然後那時候就生活過得非常不快樂。哎。誰這麼命啦？誰啦？杯子好像命，杯子好像就那時候就是生活的比較不快樂一點點，然後就是一樣事情就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然後讓我會非常害怕進入一段關係。對，就覺得自己不要出來害人的那種感覺。哎呦，哎呦。哦，fuck！ 你自己，我剛以為他要哭了，沒有。但後來就是有找到原因，為什麼我會變成這個樣子？那我也慢慢有解開一些心結，慢慢學會放下了。解開一些心經嗎？心結，心結，有時間開玩笑，對，心結，對，不值得被愛這個原因已經是過去式了，對。但我找到答案之後，慢慢放下了這件事情之後，我現在非常的就是很努力的學習怎麼重新愛人，跟就是怎麼感受被愛，這樣子，就還在練習當中，漸漸的，很棒的，你很棒。那時候我看到他很真實的表達自己內心想法，我覺得他很勇敢。因為我覺得要在這麼多人面前很開誠布公的講這些事情，真的是不簡單。很多事情都是在我自己腦袋裡面 run 過了很多遍了，很多答案我自己也都很清楚，但是對着別人講出來真的是第一次，也沒有人給予我這種鼓勵過，都是第一次這樣子。然後我就覺得非常的感動，第一次有人對我說，就是其實我沒有什麼問題，之前就是每個人都說我有問題，
然後我也會誤以為覺得是或許就是自己的問題，可能就是因為就真的沒有任何人鼓勵過我吧，所以我就感受的有點大，就是大家給的好多啊，好像有種被認可的感覺，因為這個認可是我從來沒有人給過我的。然後你後來是不是有跟他坦誠說是你出的？对啊，我直接講啊，Jenny自己有跟我講說，他之前就有跟我聊過他的一些課題，我知道他的一些故事，然後我覺得他有辦法去講出來，只是他需要一個推波助瀾，所以我覺得他是可以被問這一題的，而且他不會因為這樣就覺得你問這個問題是怎樣，覺得我不值得被愛嗎？還是什麼？他不會往這個地方去想。我覺得我就跟他這部分是互相理解的。我想要問小澤，什麼樣的人或感覺會讓你覺得這個人是對的人？我覺得是在我看過一個人，的完整的面貌，可能會包含了一些我一開始會覺得不能接受的，或是一開始會覺得讓人有點厭煩的東西。但是我覺得在看過一個人的全貌之後，還是想要再繼續愛這個人，就會讓我覺得這是對的人。100分的答案啊，各位。果然是做一些研究的，有文化，有文化吗？那在調和你的想象跟現實的他到底是怎麼樣這個過程之間的一個展現愛的地方吧。說你在發現這些不同跟差異的時候，是不是能夠在雙方互相的試圖理解的過程，都是一個愛的表現。好啦 ，Scarlett 啦，來 Scarlett 匿名，真的很煩。你有曾經想過當職業籃球员嗎？誰啊？請問這裡是愛迪生哦？這裡是愛迪生問的嗎？不要怪我，不是我問的。好的，好的，讓我來好好申論這題。我一定要好好的延伸，必須1000字以上。你的職涯規劃這部分呢？沒有。我覺得超鬧的啊，就是到底是誰問這種爛問題？那我來問一直在登出的 Elva。沒有登出，很認真在聽你回答。對，我希望你可以融入大家。我用匿名提問。回答。在你的海後發言裡面呢，你有沒有對哪一位其實是真心的？雖然他括號說你可以回答有或沒有就好，不用回答是誰，但我自己實名加碼，你就直接回答有沒有，有的話是誰？我會問 Elva 這個問題的原因是，他常常對不同的來賓說要不要跟我約會，但我都不太確定哪一次是真心的。我覺得他大概對某些人有點興趣，可是我會很想知道他在有點興趣，然後他問出的那些東西，他是想要把它包裝得很隨意，讓對方沒有壓力的樣子嘛？因為這樣被拒絕就不尷尬嘛？還是他只是隨便講講，很多個也沒關係啦。每一個當下有真心，每一個當下都是真。见一個愛一個裡面最愛的那個。你不要幫他講出，我根本忘記我說了什麼。這女人海後標準發言，我說了什麼？繼續看 replay。沒有，沒有真心的，都沒有真心的。謝謝，下一位。可以嗎？這回答可以嗎？你要申論嗎？簡答可是你要申論啊？那你要聽什麼？那你要說，那你为什么没有？为什麼沒有？跟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什麼東西？我覺得鬧大家而已啊。所以你只是為了求你沒有一個是真開心的嗎？你對在場沒有任何一個人曾經真心過？沒有。哦，這是好了，你啦，你屁嘞，你這什麼言論？你不要硬講哎，這就是真心的嗎？不是。那就不要再好了，放過我妹。喝酒，真的有酒，你要喝酒。我覺得他就是比較喜歡用這種方式去包裝，說他沒有，他就是一個表達比較容易害羞的人，對，所以我可以理解他為什麼會這樣回答，但是可能引起公憤。我聽到 Elva 說他就是都沒有真心的時候，我心裡在想，你確定？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因為我覺得他其實比較少去表露自己真實在想什麼。因為 Elva 的確會，我猜想啦，把他的真實的想法包裝在一個很隨意的玩笑裡面去試探對方，因為這樣子失敗了就也不尷尬嘛，畢竟只是隨意的東西。
如果太嚴肅了被拒絕了，可能就會有點尷尬。我覺得你撩又是真心的，但是你撩可能像李恩啊還是誰啊，或許是也有點想要放線，可是我覺得這個放線的方式沒有那麼高招，我覺得可以再高端一點，會更好看。被 Elva 撩你是真的也會有感覺是嗎？因為其實這個女生非常的擅長放電，這個女生不簡单，她是情場老手。我覺得我在她身邊展現我的脆弱，是我可以放心的。因為她看我在那邊搓手，她就递衛生紙給我，問我是不是流手汗啊，就是那些女生的非常細節的東西。今天下午在跟她聊的時候，她就讓我戴她的太陽眼鏡，然後聽她的歌。然後我們就一起很開心的，就是一邊聽音樂啊，一邊唱歌這樣子。然後他那個眼睛，他就是一直一邊对我唱歌，然後一邊对我放電呢。然後我就覺得，這個人情場老手。然後我就跟他講說，說真的，我不能再多看你了。我如果再多看你的話，我可能就我會怕我自己可能會把持不住哦。Boundaries。然後他就馬上 get 到，他說 OK，we need boundaries 這樣子。我對佑講過一次是真心的，可是他也是以玩笑帶過，所以就是沒有。有一天早上，我就跟他說啊，你沒有跟我約會啊？他說哦，你又知道，所以算是這個吧，應該算是有。所以即使說這一句是真心的，也不會很顯露出哦，你有多重的真心。對，可是你還是沒有想在大家面前承認是什麼原因？因為我當時忘記了，對，我當時沒有想到我在怕。問佑匿名，謝謝。佑，你覺得到目前為止哪一位嘉賓表現得最不真誠？我覺得是你，我就知道。為什麼？好，害到自己。我覺得你就是喜歡用開玩笑的方式，可能這樣隱藏自己的情感吧。對，我覺得可以再更真實一些。好，謝謝受教。其實我覺得我沒有不真誠，我都很認真在跟大家開玩笑。有些玩笑話其實是抱着真心我想說的話，可是可能我不好意思這麼直接的跟大家說，所以我用玩笑去包裝。就像我會調侃大家說你要不要跟我約會啊，那其實是我拉近跟大家關係的一個方式，就不是為了故意鬧他們而這樣說的。我沒有辦法跟你說我真的很喜歡你，那很奇怪。好啦，我就是悶騷又該死的摩羯座。很小心的吧？我想说一個瞬間，我要吃榴蓮，要吃榴蓮，算了。李恩匿名，你目前為止最心動的瞬間是在什麼時候？老實說，好像沒有最心動，但是參加這個節目嘛，就是我很明確的感覺到我被很多不同的人吸引，然後我覺得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魅力。這不是那個客套哦，是真的，可以很老實說啊。像我覺得就是某些人是，比如說一些生理上的吸引，然後某些人可能是知性上的吸引，然後有某些人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就是互相的創傷吸引這樣子。就是我覺得跟我有互動的人，然後有約會的人，就是如果要分理解類的，就是理解上的那種心動的話，我覺得其實好像小哲跟Eric 都還蠻有 get 到我的那個渴望被理解的那種心動的點。但如果是生理上的話，我覺得就是很貓手汗的部分，就是 Chris 跟 Chris 一起的時候，我覺得他是個誠實的人啊，就是關於生理性的吸引這件事，他不管是今天在大家面前或者私底下，他其實都講過蠻多次。昨天在那個豪華別墅，他就有講過，我現在就想跟你試，就是對，可是因為我現在對他的觀感其實就是有一點點想逃，所以對他這些東西我沒有辦法很開玩笑就回他。平常我可能會開玩笑，因為我可以性愛分離啊。
他說你不是可以現在分離，要不然來試試看。我現在很想躲他，我現在只有很想躲他而已。我娜娜好了，匿名。娜娜，有哪几个来賓你第一眼看到他們，覺得他們很像主管？誰好快的問題要把手勢還有那個 Chris 結束。因為他們一走進來就是開始開會啦。我都有點坐起來了，尤其是九主管這個，九主管好像，我都跟你玩投籃球，要上班了。好 ，Chris， 匿名 Chris。OK，Chris， 請問你大冒險的時候跟李恩深吻，你有享受在其中嗎 ？Oh my god！ 有補給到嗎？李恩已經，我想要換位置。這裡有讓空位嗎？可以換。他現在在回味那個感覺嗎？你在回味嗎？我不敢聽答案。我覺得這一題就是大家可能看我親 Chris 親得很爽吧，所以大家就會想要再挖更多啊。我也不記得那天是不是我們剛約完會，是不是同一天？但就是這件事本身我是不排斥的。那有享受嗎？就是有啦，問就是有，問就是有。就是做這件事我並不會不舒服。那有舒服吗？你可以給一些肯定的答案嗎？不要一直用负得正這種雙重否定。好，我覺得因為是在有鏡頭跟很多人的情況下，所以你要說這樣的場景真的要很舒服，不可能。就是很多人在看，就是對，可以啊，姐姐的就是 OK 的。我覺得 Chris 還是有點小保留啦，他就是給我在那邊盯。我覺得怎麼可能一點點享受都沒有，還是有一點吧。雖然有鏡頭在拍，大家在看，可是身體是最誠實的我覺得可能還是有一點享受，但是當然有不自在或者是顧慮什麼的。可是我覺得還是會有一點點享受啦。但我就是想說，算了，放過你。然後因為我覺得 Chris 他是一個很保護自己情感的人，所以有些東西他不會講。但其實我覺得接吻當然是舒服的Chris 他有跟我講說，就是他覺得他對有生理性喜歡的人，他會特別小心，然後他會用非常多的時間去相處，他不會太快的發展，因為他知道那有多痛。反正我覺得大家都一樣啦，都是有經歷的。如果又馬上生理性喜歡，然後又開始很輕鬆的，就是喜歡啊就上啊，那後果通常都是不堪設想。我不能說是享受的，但我回答的部分也是真實的，就我並不排斥這件事，我只是不知道怎麼很婉轉的講說不享受這件事，所以我把攝影機那些帶進來。任何人在有攝影機跟很多人在看的情況下，那都會不自在嘛。把這個帶成是因為物理條件的關係，而不是對人的關係。實際在進行那些事情的當下，我覺得他有點小失態，就是首先親的有點太久了。好，生死都不用說嘛，大家都知道一定會生嘛。那再來就是他後面已經失控到我覺得我自己說要喊停，拒絕李恩，我可以說是因為月老某些條件沒達成，這個就很 OK 嘛。可是我不會說沒有，我就是好像不夠喜歡你，這樣就好像那個。匿名 Ellie， 你有沒有曾經為了讓別人喜歡你，然後假扮成不一樣的樣子，然後到多誇張的程度？沒有。依照我的意思去做行動。你真的越來越棒哎！我想問 Ellie 這個，因為這幾天的相處中，我覺得他算是比較討好型人格，然後我就想要也了解一下他在感情中的樣子會是怎麼樣的。以我的觀察，我覺得他比較遷就大家。如果我們大家都投票想要去同一個地方，他就不太會勇敢的表現自己的內心的想法。小鹿，你看起來很想回答哎。好了，小鹿，匿名的，謝謝老師。
完了，你可能頂不住，怎麼可能呢？說大話，怎麼可能頂不住？小鹿在場，誰對你來說最有性吸引力？你有曾經對他動過色心嗎？有，可是要怎麼申論啊？我不知道，不是我問的，什麼太可怕的問題？還要申論？好，就是我們2個就是有生理上的喜歡啊，就是有化學反應啊。好，謝謝。我要問Zoe，匿名，其實蠻想問你啦，对啊。來問問題。天哪，我覺得我害到我自己。你有沒有對佑心動？她真的只是姐妹嗎？佑的各個線，我覺得蠻好奇，因為我覺得真的蠻複雜的。同時有好幾個人都對他很有興趣。據我自己的粗淺的觀察，可能 Alva、小鹿跟 Zoe 都有對佑釋出一些蠻多的好感。心動哪一種啊？定義？什麼哪一種？不是。在你今天第幾天？第7天。你還不知道心動是什麼？我定義心動。姐姐，我觉得对你们不要吵。聊天就是相处，很值得生气啊！真的啊，怎樣？不好意思，你就很值得生气啊！我就是不得不講啊。等一下，心動。等一下，暫停！我真的超級討厭 Zoe 跟 Alva 超愛討論什麼什麼的定義的。Hello， 大家現在第幾天？第7天，在差不多1天半多，拍攝就要沒有了。大家不要再給我討論什麼心動的定義啦，喜歡的定義啊，大家知道就知道，不要在那邊給我反問。已經不是第1天、第2天、第3天，好勉強還可以這樣子。什麼叫心動的定義？就是心動，你不知道心動的定義嗎？今天給我裝傻，還會覺得小裝傻說哈這樣真的有嗎？他說他的定義是，然後你給我用真的那個2顆很大的圓圓的眼睛，然後好像是很誠懇的樣子，然後就說你就從實招來吧，姐妹，有就有，沒有關係，就是聊天相處跟約會跟互動上，會啊會。對，每一直黏着他是想怎樣啊？一直黏他是想怎樣？你有一直黏他嗎？有啊，我都沒時間，我沒時間。怎樣？现在是抱怨吗？怎么办？你要抱怨一下。怎么办？真的没时间呢。现场一片混乱。那你让他自己。好可怕。等下现在回答，让你回答問題，不是在問我。沒事啊。哇！我要看到血流成，沒有啦，我沒有要看到血流成河啦。因為他會一直跟Zoe講說，就是時間都被你搶走啊，你都帶着他不放啊，這樣子。你當時聽到他這樣講，你有什麼樣的想法？當下我會覺得玩笑話吧，但可能也有一點真的。但我是更考慮到Zoe的心情。我回答完了。你還沒有回答說，所以只是姐妹。想結婚，對沒？煩死了，超討厭的。真的超討厭的啦。很好看，節目很好看，太好看了，很好看。超討厭的。這樣啦，你回答不出來是不是？你跟我是 bro 感，你跟他不是 bro 感。對啊，跟我就是很明顯的區別，對吧？對啊。對啊，那你換個方式講，直接講。這樣有逼人講，好逼哦！不要一直反問吶，你就對知道我們要問什麼啊？不是 bro 感，就是也不是。可是我覺得就是外表是你的菜美，外表是他個性嘞。在那邊支支吾吾，還是了解，好不好？可是我覺得相處非常，整天黏在一起，還要了解多久？你到底你是不是很吃醋啊？你有一點啊，怎麼樣？我就有一點吃醋啊，很煩啊。那你想我怎樣？小鹿其實蠻勇敢的，他就表達自己說啊，對啊，我就吃醋啦。我覺得能夠這樣講出來也是蠻值得欽佩的。對於小鹿吃醋這一塊，我就是純吃瓜，對，我完全沒有考慮到我的身上。我想說，我就看看這2隊到底是誰會贏這樣子。我其實本來就前面就有察覺，只是不想管這件事情吧，本來就知道了啦。感覺就是一個很直接的東西啊，
所以我也不想要因為都有很明確，然後你就要特別的去讓還是什麼。我覺得你直接講，不用去藏吧，就現在已經不是需要藏的時間了。就是我對小鹿的觀察，就是可能他當下也半開玩笑的跟他說嘛，也算直接啦，但是用半開玩笑的方式包裝。還是說他那樣講，你其實也會覺得，也蠻喜歡他這樣子很大方的講出來對你的占有欲的。算開心吧，但是反正我今天要怎麼做，我也不會因為他這樣的行為而有所改變。但其實一開始提問的時候，我會覺得就是有點太二分法了，感覺把關係分得太兩極。就是跟Zoe有聊過，就是他其實是比較慢的人，所以我覺得就是他可能也要時間去想一下他自己就是对於又是什麼心情。然後小鹿的話，我覺得就是很可愛，他會很明確的表達他自己的想法，又也會感受到這樣。然後我就覺得是那個環節整體來說都蠻可愛的。我跟 Crystal 不行，那我剛剛回答完了沒啊？還可以吧，你要直接一點啊，就是不是 bro 感啊。然後我跟他相處就是聊天互动跟就是今天約會都有心動的感覺，不是姐妹，可是有時候又有點像姐妹。然后我覺得也可以理解 Zoe 一開始回答不出來的那個感覺，因為他可能也不是會立刻把人分成 bro 姐妹，可發展對象，我猜他可能也不是那種人，所以他可能一開始真的在糾結說啊，這個人就真的不是 bro， 也不是完全的不姐妹，但是也是有點心動的這種複雜的感覺。因為我覺得我有時候跟他又蠻姐妹感的啊，他有時候講那個爛笑話幹話又有 bro 感，我覺得他是綜合體，就是又有姐妹感又有 bro 感。可是他有時候來找我還是什麼，也會有一些肢體接觸，可能我們手剛好往下放的時候，偶爾就會牽起來，就肢體互動的時候，我又覺得蠻有戀愛感的，或者是突然有共鳴的瞬間，就是也會有心動感這樣子。他跟佑出去約會，我也算是非常非常的鼓勵他。他本來就不是主動的人，Zoe就是很羊駝。那他如果主動了，而且是跟自己喜歡的人，我們樂見其成。那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就是那為什麼就是可能之前聊到的時候，就是說在場的然後選一個，你還是只有拿這個選項，就是沒有把他排進去？是我那時候還沒有跟他認識吧？有嗎？有。可是我是越來越好玩，來好玩，来好玩，来讓人家申論，让人家申論啊，难看，讓人家申論。哇，你們我的問題很多個，不是丹漢堡。我原本是我想要當他跟別人的情報資訊站，對，剛好都有機會跟他搭到，然後就是遊戲互動啊，然後聊天什麼的。就是我覺得都很自在，而且我會蠻投入嘛，然後就是彼此認識越多，我就覺得，反正互動你笑。那我可以問你，本來想等一下啊，沒有，我們吵，等一下就是那，你到底是想怎樣？抱歉，站起來了，他等一下我想詢問一下，幹嘛站起來？要跟我比身高哦，差不多。他跟他血流成河。我想問，就是你本來想要當他跟大家的情報資訊站，還是說他跟誰？对啊，某個人。某個人是誰啊？我想要跟你說。你就說出來。现在是發問時間。火藥味，這可以講嗎？越來越火藥味，越來越好看，越來越好看。這可以講？可以啊，同學。他不在問題裡面啊。他這個問題這不在問題裡面。想要停戰，他不就很有默契？怕啊，算了，給他過了，放過他，等下被殺，放過他，來賓減一。他就是自己今天也有說，他就是有點像同期對弟弟的那種感覺，本來只是想要幫人家牽線或是換取情報，結果現在後來變這樣。我想說 ，Hello， 現在怎麼樣？請注意，開始生氣。哪一集就是在逼問Zoe對佑的看法，就是這幾天我看他們兩個一直都黏在一起，然後一直都在聊天講話，但我也沒有去注意到那到底是什麼關係，只是我可能自己當下的判斷就是他們就是朋友在講幹話這樣。所以Zoe說他可能對佑有不只是朋友，是有好感是有心動的時候，
我嚇到。我當時很努力在分辨Zoe的回答是真心的，還是只是在講場面話，我聽不出來。在今天之前，我對這對觀察就是好姐妹，因為他們兩個常黏在一起，連今天煮蛋煮麵都要黏在一起。唉，好，也算是老實講出他自己真心的想法嘛。你聽完之後，你有什麼樣的感受？就覺得說我們還是有戀愛感，但是有些事情還是要私底下講嘛。希望私底下講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Zoe不是那種特別會在大家面前講太多的人。因為他会很顧慮對方被講的那個人的感受，他也會怕我感受會不會覺得很尷尬啊，還是什麼？那你當時會覺得尷尬嗎？不會，但是就會覺得說啊，我們兩個也許真的不是純友誼，然後被大家發現了嗎？這樣。像又有很多人對他都有興趣或好感嘛，就像有 Zoe 啊，有 Chris， 還有 Elva，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感受？我覺得就是有一種四處都有訊號干擾的感受吧。就是會讓我有點煩，我覺得他們很激進，他們是真的就是黏着，無時無刻。可是因為又有跟我講說，就是他是一個對一個人有興趣，他不會主動去找那個人的，然後他也不會想要跟對方睡在一起，因為他覺得會緊張，會睡不着覺。可是你那個黏的程度，讓人就是看的就是覺得很容易誤會啊。我就不想要成為你選擇的其中一個，那你就乾脆不要選我。可是有一方面覺得有點煩，就是會覺得說你們那麼激進要幹嘛？就是我在旁邊看，我也很不舒服，所以我就不想要加入。一開始可能會加入一下，但是我就覺得我加入其中，雖然又在我旁邊，可是我沒有覺得特別想要一起，所以我就寧可不要。我也在想要怎麼好好表達吧，就是好好跟他說嘛，還是就繼續用這種嘴的方式，因為我覺得再玩下去有點不好玩。我覺得真正會讓我想要打退堂鼓，是因為他現在的不堅定的感覺。你可以很被動，但是你接受主動的對象是我才有辦法全心全意的對你付出。我就覺得，那你已經跟他認識完，那你還是把他放在同一個考慮對象嗎？還是你只是不想要講的這麼深？我就覺得，哦，有兩個選擇，那就是你要不要先刪掉一個啊？看一直嗆他，這一段我一直嗆他，他氣爛。好，那又匿名。你是不是害到？你说，你問啊？可以說說 Chris 跟小鹿帶給你情感上的感受的差別是什麼？可是，我先說 Chris 好了，因為我覺得我對 Chris 的了解還沒有到真的很深入，對，所以我沒有辦法去評斷說，我對他是什麼樣的感覺，對，但是我覺得他應該也是一個蠻好的人，他就是比較悶騷，就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嘛，但是跟他相處還是會緊張，對，因為可能還是會有喜歡跟好感，然後小鹿的話就是，我也認同他說就是有生理上吸引的感覺，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是雙向的才會有感覺，對，然後可能小鹿的行為上面，就是即使我们沒有出去約會，在很多時候他都有達到一些我的想要的要求，對，我理想中的樣子，但是他還是有一些舉動會讓我覺得，哦，他還是有想要選擇我的，不知道是不是很會放線的。反正就是他每次約會回來都會找我，像今天就是因為從那個佛堂跟他們回來的時候，我就很想睡覺，因為上樓的時候我們房間就是 Chris 在睡，我就想要找一個沒有人的房間睡，我就睡在浴缸那間房，然後睡我就睡蠻熟的，我覺得哇，真的睡太好了。結果他就回來，就可能看到我躺在那邊，但是他就是來找我，然後我就有抱着他。我覺得這個根本不用講的，就是這是不用特別的說起來說，哎，你回來了，你怎麼樣？就是他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上來，然後我就抱着他睡覺，然後他就是在我這邊，然後我們就這樣子睡着。然後他就說好累哦，然後今天去什麼植物園，然後我這邊還差點睡着，他就自己開始講，我只是問他還好嗎而已，我覺得是幸福的。李恩的匿名。李恩，參加節目這幾天，最讓你感動的人或事情是什麼？我覺得沒有最耶，就是都蠻讓我感動的啊。但我腦中第一個冒出來的最感動，應該是那天在公園野餐的時候，艾莉問我說：“你在感情中容易失去自我嗎？”然後我說：“
還蠻容易，我上一段就這樣，然後 Ellie 就看着我，然後給了我一個擁抱。他真的很愛就是這樣子。對，Ellie真的是看不出來耶，年紀這麼小就這麼會照顧大家。哎呦，你看他无處安放的眼睛。对啊。九旭，匿名。九旭，你有没有曾經就是很努力的愛一個人，但是最後沒有留住他？有欸，如果要講的話，應該是我第一任，還不知道自己是女同志的時候亂許願望，然後可能許了說我未來對象要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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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全部符合，所以他就是我當時覺得是我的命定天才，狂追了他9個月。奇妙是我其實大學以前我不穿裙子，就是我是為了追他，我還去跟我媽借裙子，就是從一開始就發現我們完全的不一樣，就可能我們在交往前我们都很偽裝彼此，就他也偽裝了他，然後我也偽裝了我，所以我們一在一起就是完全跟想象的都不一樣，蠻難熬的，因為我會變得非常的害怕他的情緒，然後他是一個超級有控制慾，然後我覺得我以前也是那種會想要一談一個感情我就從一而終，只要我還喜歡他，我還愛他，我就會想要為這段感情付出努力到最後。我的 base 是建立在，因為他也跟我說他很愛我，既然我很愛他，他也很愛我，那這段感情好像就該繼續努力下去。可是就是回去復盤會發現，但他一直在做傷害我的事情，其實是我決定離開的。我後來有發現我的狀態超級差，因為我以前是超級樂天的人，就是非常活潑非常開朗，然後那個時候我狀態是差到是我只要走回去我們一起住的地方，我就覺得壓力很大，然後我就覺得很想哭。那個時候跟他交往的時候，我一度要去跳樓，就是那個時候才體驗到原來想自殺的他不是，他想要結束的真的不是生命，他想要結束的只是他覺得好像借由這件事情可以去暫緩跟終止這個痛苦。我當下的念頭沒有覺得我想死，我只有覺得就是當他想法是我覺得我只要跳下去我就可以脫離這個痛苦了，就是謝謝我還是很愛我媽媽，就是我那時候就瞬間真的是想起我媽的臉，我就覺得說就是我這樣子我媽一定會超級傷心，你為什麼要因為這個人把自己活成這個樣子。跟他說我真的還很愛你，然後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歡你，但我真的沒有辦法再繼續跟你下去了，就我也沒有說謊，然後我也謝謝他最後有算是願意能跟我好好的分開。我也因為這段感情花了蠻多時間，包含就是處理因為這樣可能有一些憂鬱症的輕微的狀態，跟就是也花了蠻長一段時間走出來。對，所以就是應該有符合很愛一個人但還是放掉這段關係。謝謝。好了，好。我想知道你花多久時間走出來？我花了比他跟他交往還要多的时間。好，我跟他交往3年，所以我花了4年以上處理跟他這一段。7年吶！不要7年，明年就8年了，明年就8年了，9年了，接下來就9年了，10年了。我以前是一個超級戀愛腦，我很知道我愛死他了，所以我那時候我要哭了，真不要啦！哎呦，小精靈，小精靈，小精靈好可愛。我的小精靈哦，哇，好可愛什麼意思啊？來宾减1，好可愛。你繼續講，減越多。好。我覺得李恩一直都是一個非常富有感情，而且表達是很直接的人。他當下這個反應，我真的覺得很可愛。因為我自己在敘述這些內容跟故事的時候，已經沒有這麼多的情緒起伏。那我真的比較把它當作是一個過往的回憶或者是經驗故事來做分享。那看到他這樣的行為，我當時覺得有點心疼，因為我覺得會有這樣反應的人，他多少是被觸發到、共鳴到的地方，但又覺得他真的好可愛哦。就是我不是我花了4年嗎？但因為我觉得我一開始做很狠，因為我知道我做不夠狠的話，對对方也很殘忍。我想讓他明確知道這段關係已經結束了，就算你要跟我當朋友，我們也再不會回到
就是以前我們會一直噓寒問暖關係，所以其實我覺得看得出他對我很死心，但其實我覺得這樣蠻好的，因為我知道我必須先讓他對我死心，我才不會想要再回去找他。所以我其實我中間超級想回去找他的，我就是一個該死的戀愛腦。然後，但是我覺得我中間花蠻多時間在就是理智在控制我自己，就在療傷的過程中，我會一邊做他曾經抱怨我的事情，然後一邊覺得說，就是他可能以前覺得我沒有他整潔，然後我一邊整潔，就是做家事的時候就想說，你看我現在一個人也做很好，就是我会想要去，就是在內心證明給就是自己看說，就算沒有你，我現在也做的很好什麼之類的。然後戀愛腦就幫自己設 KPI， 就例如說我現在就是月薪要到多少，我就可以回去找他。然後对，我之前有設這個 KPI， 然後我發現蠻有用的，因為就是我可能會設定說什麼哦，如果我6個月後，然後我可能換了一份我喜歡的工作，我可以回去找他，但我可能就是等一下，为什么小周也在哭？我刚刚有點哭，怎么聽起來很可憐？哦，眼淚乾到不行，他幫你他分一點眼淚給你，要不要？為什麼我說我現在會想要保留自己？對對對，但就是都過去了，對對對，其實是已經過去了。我覺得九旭的回答是真的有給我很大的感觸，然後我覺得不只是給我吧，應該是在座所有人。我那時候在聽他故事的時候，其實那個眼淚也一直在眼眶打轉，但我覺得不能哭太多，因為我等一下還會再哭。對啊，那眼睛會很腫哎，不要。其實他今天在分享他過往感情經歷的時候，大家是很專心在聽他講。為了另一半的這件事情，然後差點去跳樓嘛，然後也花了很久時間走出來。跟他在一起3年，然後走出來是4年嗎？花了人生7年的時間，很長欸。我就覺得他是一個重情的人。一開始認識九旭，會覺得他就是偏正經，然後他有自己的一套原則什麼的，會覺得他是不是偏理性，沒那麼重感情嗎？然後沒想到他為愛犧牲到自己已經不是自己，就是很委屈或卑微的時候，我就覺得聽完很想哭。我雖然沒有哭，可是我那時候內心很難過。當你發現你自己已經愛別人愛到你都不愛自己的時候，我覺得就是一個警訊。我旁邊是小哲，他也很共感，他就哭了。就大家其實是心疼九旭這段感情的。我當然確實也覺得他願意分享出來很勇敢。我覺得這樣分享出來是好的，大家都可以分享自己過往受傷的經歷，然後我們可以彼此給彼此溫暖，或者是我們可以當那個傾聽者，那樣的氛圍是很好的。我以前也是很開朗的人。太複雜了。就是真的會過去，對，會花蠻多時間的，但絕對不要回去。可是我就是會，有時候沒有辦法控制我自己，有時候會很反反复复，有時候會理性的時候會覺得不想再回到那個有毒的關係，可是有的時候又會反覆覺得我要回去找他，而且那個想要回去的感覺是非常衝動、非常強烈的，我不知道該怎麼解決，我不知道該怎麼解決。我聽到我什麼時候會好？我只能跟你說，有一天一定會好，但我沒有辦法告訴你是什麼時候。我覺得大家都會有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所以你就不要太苛責自己，因為就算我覺得像我現在啊，或是在場的很多人，一定都有很多時候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不知道怎麼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要因為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就覺得自己不好，或者是這麼苛責自己，或這麼有壓力。我們大家聊聊。給我2根煙。我快哭了。哦，不要哭，不要哭，就是很謝謝他吧，我被他看到，然後我也想要再給他一個擁抱。開心能在每一次的對話解鎖更多的你。有幾瞬間感受到眼神發光的時刻，然後謝謝約會，體會了久違的戀愛氛圍。好，再見。
好了，成全了。跟你講，这有一個諺語是什麼？小三變正宮還是什麼？沒關係啊，我們就看後面的發展吧，因為我不知道他到底想怎樣，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搞什麼。我要問一下這只暴龍，暴龍，拜託你，他根本就是死羊，是一只羊，他現在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隊友怎麼辦啊？這是我第一次遇到有興趣的对象，对競爭對手的興趣的濃度看起來比我還要高，所以我會很卻步，就可能會有點怕輸吧。然後你那時候不是說我會考慮嗎？你應該是把它歸類於玩笑。不是，我會考慮的意思就是我想用玩笑的方式，但是很想認真的跟你說，我是認真的說，因為我也是一直選你當雙伴，然後我覺得我們有很多瞬間是有合的啊，所以因為我真的很少跟人家講，會沒有。就是我根本就没有这樣的跟人家這樣子做，所以你是特別的，所以你必須誠實。OK， 跟佑剛剛深談之後，所有脈絡都理解了，有些我們錯過的瞬間，然後現在回想起來，會覺得哦，原來是這樣，然後就會覺得心臟暴擊。好，明天會更好看，反正我要來搶，橫刀奪愛才是愛。如果你還看不夠，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1個月只要100塊錢。第2季女子宿舍，你最喜歡的來賓是哪一位？要被 Clara 先認殺。喜歡的原因，然後對他說。對，就是一開始看到臉的時候，就最喜歡的就是 Chris， 就是外形，我很喜歡你的刺青，然後好害羞。你可以看到幕後花絮、來賓們參加節目前的面試片段、完整版的約會內容，甚至是來賓們觀看播出後的第一反應。但你要注意，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戶的話，請不要從 YouTube 的 App 購買會員，這樣會被多收50塊的蘋果稅哦。所以建議可以從其他的網頁瀏覽器或是電腦直接購買哦。